从我身上滚下去！本宫不是死了吗？江南枝，你看清楚，我不是他。顾映寒，是你啊！本宫死了，可本宫又活了。从我身上滚下去！顾映寒，我难受，就当是便宜了我，好吗？这是公主的新手段，公主不必牺牲如此大，想罚我，像以往一样，随意找个借口便是。我不信你看不出来，我中药了，你帮帮我，好吗？能帮公主缓解的人很多，可此刻躺在本宫身下的人是你，顾映寒，你为什么要哭呢？既然恨本宫，为何又会在本宫濒死之际落泪呢？哭，无论公主如何折辱，我都不会哭。顾映寒，你行不行？你若实在不行，本宫换个人便是。静香，给本宫找。公主想找谁？若谢小侯爷知道公主在我身下，会是什么表情？管他做什么，要你就痛快点儿。顾映寒低头，一口咬在他肩膀上。顾映寒，停下来！这个时候叫停，晚了。你属狗的吗？公主想要痛快，我给你个痛快，也要看公主受不受得住。狗东西，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？知道狗是怎么标记领地的吗？跟你现在很像。江南枝，招惹了我这个疯狗，你就不怕被撕咬的死无全尸吗？你不知道，你想杀本宫的眼神有多迷人，本宫相信你做得到，本宫等着。眼前这个病娇腹黑的质子，不久后会是敌国战神，他会带着大军踏破江国城池，将他挫骨扬灰。那便请公主好生等着。直到1个时辰后，这男人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。让开！公主正在休息，小侯爷不能乱闯。我且问你，江南枝到底在做什么？小侯爷怎可直呼公主名讳？你知道公主是最听我的话的，你拦我就不怕公主责罚吗？三公主奇迹宴开始前，公主一定会起身的。平时也不见小侯爷这么关心我家公主，现在公主在休息，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搅。江南枝究竟做了什么，如此见不得人？庆香言语如此闪躲，难道屋里深藏人？我倒要看看公主房里究竟有谁！让开！不能进去。他来了，公主慌了吗？闭嘴！你不要脸，我还要呢。我们在床上是一回事，让人看见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不要了，顾映寒。瞧这女子娇软的身躯上都是她留下的痕迹，顾映寒暗暗移开了眼。静香，进来给本宫更衣。公主要更衣，小侯爷还要硬闯吗？谢玉清一噎。公主，奴婢伺候您更衣。谢小侯爷在门外一直嚷嚷着要见你。啊！看着凌乱的场面，公主和这个替身真发生了点什么？公主，此人如何处置？哼，卸磨杀驴，公主想要如何灭我的口呢？静香，找身干净的衣服给她。是。三公主的奇迹宴其实快到了，奴婢先伺候您重新梳洗。不必了，她来了。臣见过陛下，见过三公主。小侯爷，你怎么在皇姐这？听说皇姐身体不适，我还以为你会在皇姐房里呢。臣也是来探望公主的，公主身体不适，正在休息，臣怎会贸然打搅？小侯爷轻症，皇姐恐怕就要伤心了。皇姐，听闻你身体不舒服，我和父皇来看你了。父皇带了太医来，皇姐，你开门，让太医给你瞧瞧吧。距离江南之重药已经过去了1个时辰，母妃说了，那药猛烈得很，若不找男人疏解，便会爆体而亡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谢玉清却不在屋里，看来他是真看不上江南之啊。公主，怎么办？陛下来了。顾映寒嘲弄地看着这一切，仿佛他们都只是跳梁小丑一般。你待在这里，不要出去，我可以护着你。江南之护着他，顾映寒不屑理会他，就要起身自己去扛。我知道你很要强，但你先别要强。你如今身在敌营，羽翼未丰，我护着你。身在敌营，羽翼未丰。公主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本宫得了你的人，不是吗？等我。父皇。江南只给皇帝行礼，险些没站稳。你妹妹说你身体不舒服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是啊，皇姐，我和父皇都很担心你。皇姐，你怎么头发都乱了？面上还这样憔悴，要不让太医给你看看？皇妹好意，心领了。
太医是要看的，不过不急着一时。父皇，儿臣有委屈，想单独对父皇说。皇姐，你受了什么委屈？你说呀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你说出来，父皇定会为你做主的。闭嘴，都退下。南枝，随朕去偏殿说话。是。父皇，不去皇姐房中看看吗？皇姐都被人欺负了，父皇定要重罚那以下犯上之徒，以保皇姐清白，以正宫规。皇妹，怎么你看起来好像格外高兴我被人欺负？我只是关心皇姐而已。那我多谢你的关心了。你够了，再无多言，今日的吉吉宴便不必办了。等着，父皇永远都是这么偏心江南枝，明摆着江南枝做出丑事，就应该清白名声尽毁。父皇竟然不罚他。偏殿里，父皇，里面的人是谁？是宫英寒。庶子而敢！朕意欲将你许配给镇北将军，那质子竟敢碰你，那便封了口，这事儿便不会有人知道。父皇，质子事关两国和睦，虽说离国吃了败仗，但并非丧失了一战的能力。会大局想，宫英寒不能死。说来，若不是父皇意欲为我和镇北将军赐婚，想来我也不会有此祸事。你是说与镇北将军有关？我今日只吃了皇妹给的茶点。你怀疑渊儿？他嫌疑最大。你可有证据？证据都被我吃到肚子里了。那便说说，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？不处置。怎么？你想择那质子为驸马？那谢雨清呢？你不是心心念念想做他的侯夫人？那是以前，现在不想了。我是公主，做侯夫人品级只降不增，我为何要自降身份？至于宫应寒，是儿臣强迫他的。朕的公主还由得他挑剔？他毕竟是无辜的，又是离国皇子，我们不好欺人太甚。你不对劲，朕的公主不会如此仁义。哎呀，父皇动怒是真，八卦也是真的。父皇都不打算追究给我下药之人了，就也别追究宫一寒了吧。并非朕不追究，而是这是丑闻，一旦传开，你的名声前途还要不要了？儿臣明白父皇的用心，儿臣也知道父皇最疼爱儿臣，为了儿臣的名声，也为了皇室的颜面，这件事就只能儿臣打落牙齿往肚里咽。你这么深明大义，朕有点不习惯。父皇，人都是会长大的。奇了，以他的性子，此刻应该对那质子喊打喊杀才对。此事你受了委屈，不如朕叫人废了那质子，给你出口气，横竖只要他不死在江国便可，当个废人无伤大雅。父皇，你知道宫英寒将来会踏平江国吗？你这个皇帝大概率也不会有好下场。父皇，好女不是二夫，你废了她，是要我以后当寡妇吗？你还是朕的女儿吗？竟然还拿那质子当夫君，这还是朕那个骄横跋扈的公主吗？如假包换的江南枝。也罢，赐婚的事日后再议，你也收拾一下，稍后来宴席吧。是，父皇。江武帝走了2步，忽然回头：“你又憋着什么坏呢？”江南枝愣了愣：“你的性子朕还不了解吗？最是睚眦必报，吃不了一点亏，心里莫不是已经想好要怎么报复渊儿了？”父皇怕我以其人之道去对付其人之身。朕不是声张，是为着你的名声和宫里的颜面着想。你若是心中不忿，再闹出些什么事来，朕这脸面往哪里搁？父皇，儿臣自己吃了这脏药的苦，又怎会让皇妹再吃一次呢？儿臣保证，儿臣绝不会用这脏药去对付皇妹。朕把太医留下，让太医给你看看身子可有碍。都听父皇的。皇姐，你房中究竟有谁啊？值得皇姐这么袒护着？哼，看来皇姐的心与你里的藕一样，能装得下很多人啊。谢玉清攥紧拳头，冷着脸等着江南枝给他解释。你以为给本宫下药，你就能嫁给镇北将军了？天真！皇姐这么说，是承认自己失了清白喽？你的吉吉宴快开始了吧？还不去准备吗？父皇都没说什么，你难道想越过父皇来指教我？我哪敢指教皇姐啊！我的吉吉宴恭候皇姐大驾了。哼，只要江南枝赶来，就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笑柄，等着瞧吧。且等着。江南枝，你在害怕什么？竟然怕我知道？我问你，里面的那个人是不是那个替身？谢雨清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。即便中了药，你也可以等太医来。你就那么忍不住吗？你这不是自甘下贱是什么？本宫的房中之事，岂容你智慧？谢雨清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
本宫过往给你几分颜色，你便以为能爬到本宫头上来？公主和吸嘴硬，做出如此丑事，若传出去，则名声尽毁。即便你是公主，也会被世人所唾弃。若你现在不认错道歉，过几日就算你用公主的权势压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谢雨晴，倒到你脑子里的水，本宫有什么是需要你原谅的？你的原谅值几个钱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江南枝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。我知韩王恨的是江南枝，我愿把他交给韩王，生死都由韩王处置，只求韩王能放过这一城百姓。哦，你要将你的夫人送给我？是，只要韩王能放过上京百姓，答应退兵，江国愿意向韩王俯首称臣，愿意做离国的附属国，向韩王上贡。谢雨晴，你放肆！何时轮到你来做江国的主？江南枝，你清醒一点，江国要亡了。你知道公应汗屠了多少江国城池吗？他最痛恨的就是你。你难道想因为你让上京百姓血流成河吗？江南枝，你自作自受，你忘了你过去是怎么折磨公应汗的吗？如今他率领大军杀回来了，你当他为何一定要踏平江国？都是因为他恨你入骨啊！江南枝，是你害了江国，害了你父皇。如今你唯有死才能消除公应汗的怒火，所以江南枝，请你去死吧！寒风呼啸，江南枝的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，被人从城墙上推了下去。弥留之际，他似乎听到公应汗问他：后悔吗？后悔曾经折辱他吗？还是后悔嫁给谢雨晴？他后悔了，可是晚了。江南枝，你别后悔。人一走，江南枝便腿一软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有事，差点被他要了半条命。公主累成这样，不如三公主的吉吉宴就寻个借口不去了吧。本宫答应了父皇，要去的。先扶本宫进去。屋里，我说过我能护你，看我做到了。我还得谢谢公主了。谢就不必。怎么回事？主子，你怎么样？属下这就让人去找太医。顾一寒，你怎么了？别碰我家主子，都是因为你，主子才会变成这样。你满意了？即将叫太医来。是。公皇子的身子怎会如此羸弱？这满身的气血像是被人掏空了一般呢。谁掏空了谁呀？啊，公主，臣瞧这公皇子这病像是旧疾引发的，臣可开一副补气血的药，坚持服用，多调养一段时间，兴许能慢慢养回来。人没事就好，他的身子以后就由你来照料。啊，是。猫哭耗子假惺惺，要不是你，我家主子根本不可能救急复方。把话说清楚。你强行破了我家主子的身子，我家主子才会越发的羸弱。主子小时候中过毒，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。御医叮嘱过，主子要戒酒戒色，身子才能养好。好不容易禁欲了20年，结果被你霸王硬上弓。张松，闭嘴，别说了。再说，你主子就要被你活活气死了。公主，时辰快到了，该去吉吉宴了。这是我出宫前住的寝殿，你若不想留在这儿，可以先回公主府等我。质子原本是住在皇宫的，但不知从哪儿传出的流言，说公应寒有3分像谢玉清，江南枝又喜欢谢玉清，所以任性的找江武帝将公应寒要了回去。自那以后，公应寒便住进了公主府，只不过是去受辱的。回去后安排公应寒住在我旁边的离阳院，衣食住行不可再怠慢。是，公主。有了肌肤之气，公主便对那质子不忍心了吗？主子，那公主着实放肆，竟敢冒犯主子。要属下说，主子就不应该来江国为质，如今连自己的清白都搭了进去。你觉得吃亏的是我吗？那是自然。江南枝那样空有姿色的女人，根本配不上主子。没确认江国皇室子弟中谁是帝卿之前，还需忍他一忍，让张毅盯紧江南枝。是。公主，三公主如此设计你，您真的要不计前嫌吗？你家公主我是那么大度的人吗？皇妹如此厚爱，她的吉吉宴，我不得送上一份大礼，才显得我们姐妹情深吗？你去给本宫。江北渊的吉吉宴办得很隆重，邀请了上京众多达官显贵家的女眷们。公主殿下来了。公主。南枝仿若充耳未闻，她的目光一直盯着父皇身边最雍容华贵的女人母后。哭什么？过来母后身边，
江南之却在母后的面相上看到了他的结局，与前世竟一般无二。母后被人一剑刺穿，死于至亲之手。母后，儿臣参见父皇。母后，起来吧，鼻音正重，莫不是在朕走后委屈的哭鼻子了？庶子该死！南至，坐母后身边来。母后，太子没来吗？他呀，向来不喜欢这种场合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江南之垂下眸子，眼底复杂悲痛。情爱上头，人也变得蠢笨的，怎么还被江北渊算计？母后教训的事，以前是儿臣愚昧了，以后不会了。此事母后会替你料理干净，今日之事也会命人封口。你呀，就安心等着你父皇赐婚吧。母后，你不要动宫英寒，竟是那个质子。母后，宫英寒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请母后相信我，我的选择不会让母后失望的。你选他还不如选谢玉清呢。你看男人的眼光啊，没有继承本宫半分。母后国色天香，儿臣哪有母后厉害呀？一出手便拿下父皇。你就会嘴贫。江北渊设计于你，是因为他想当将军夫人。你看看人家分得清珍珠和榆木，而你呢，把榆木当成珍珠。你若不是本宫的女儿，本宫懒得管你。是，是女儿让母后操心了。我保证，榆木和珍珠我都不要了，我要的是一把最锋利的刀。说吧，打算为今日的吉吉宴添什么彩？母后安心看着。万贵妃注意到皇后母女的小动作，神情得意。皇后定是气急了，在教训江南之呢。陛下，咱们渊儿今日也算是长成大姑娘了。渊儿为了今日的吉吉宴，可是准备了好久呢，就是为了能得陛下您的肯定。待会儿若是她表现得好，陛下您可不要吝啬，夸她两句可好？渊儿也是朕的闺女，她若真做得好，朕自然会赏她。渊儿最近苦练清平乐，就是想让陛下看看她的进步呢。话音落，江北渊穿着一身凤羽制成的舞衣，在舞姬中央翩翩起舞。到底是练过的。江北渊舞姿优雅柔美，身段轻盈灵动，美目盼兮。噗！只是优美的舞姿中，忽然响起不合时宜的噗噗声，一股臭味在空气中蔓延。江北渊脸色难看，他连忙夹紧肚子，死死忍住，但肚子却越来越痛，忍不住了，最终一泻千里。砰！谁把屎拉身上了？三公主跳舞把屎弄出来了。渊儿，你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放屁呀？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？母妃救我！他忍不住了，接着又是几个屎屁崩出。这么臭，公主这是吃什么了？拉肚子了吗？哎呀，皇妹，你这是把屎拉在身上了？皇妹可是身体不适啊，要不要宣个太医看看？他眼神怨毒地盯着江南之，恨不得杀了他，再自杀。江北渊，你平时的礼数教养都学到哪儿去了？朕的脸都叫你给丢尽了，还不给朕滚下去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陛下息怒，儿臣告退。路过陆君兰身边的时候，他委屈羞愤，可陆君兰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半个眼神都没给他。万贵妃，好好教导你的女儿，行事莫要再有偏差。皇后娘娘教训的是，臣妾谨记。皇后走了，万贵妃才愤恨起身。贵妃娘娘这里的气味不太好闻，南芝也告退了。是你做的？是我让江北渊把屎拉在身上的。这么说，娘娘心里好受些了吗？贵妃娘娘，臣妇家中还有事，臣妇先告退了。臣妇家里好像上火了，臣妇也告辞了。臣告退。抬眸时，视线似是不经意间看向江南之，眼底一闪而过的柔光，很快便随着他转身离开而消失。不愧是我江国的战神，面对后宫妃嫔，一样不卑不亢。公主竟然当众出丑，幸好陛下不是要把这位公主许给将军你。不可胡言，事关公主清誉，这是在宫里，不是在军营，须知谨言慎行，莫将知错。三公主是被人算计了，被算计了。
何人胆子如此之大，敢在宫里算计公主？我猜算计她的是嫡公主。嫡公主江南枝，不就是陛下有意许配给将军的那位吗？将军，嫡公主这心思会不会太深了些？她确实有些睚眦必报，但若是不惹她，她不会出手的。嫡公主是个敢爱敢恨的性子，打听一下今日嫡公主发生了什么事。是。将军这话怎么听着不像是嫌弃，反而是有些欣赏。陆君兰听见了身后的脚步声，她有意放慢了脚步。陆将军。公主。二人相互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又沉默下来。今日让将军看笑话了，将军早些回去吧。可陆君兰却眼尖地瞥见江南枝衣领下隐隐现出的红痕。公主看起来有些疲累，臣与公主顺路，可送公主一程。陆君兰这是在约她，她想必是知道了父皇有意赐婚。陆君兰一只手放在背后，悄悄紧握，面上虽镇定，心里却紧张。公主，陛下召您去御书房说话。将军，父皇召我要去挨训了，我们恐怕不能同城了。说罢，他便随着德寿公公离开了。不能同城，公主是否话里有话？御书房，公公，你跟我透露一二，父皇大概是小怒、中怒，还是大怒？公主，您自个儿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也罢，要骂就骂吧。恒叔也不是第一次听训了，放过江北岳是不可能的。江武帝低头审阅奏折，一时也没理他。看样子父皇的怒火不是很高，否则不会这么平和。江南枝瞬间没那么担心了，低头看自己的脚趾头，脚尖抠地。是自己亲生的，朕这地板上没香巾。父皇要骂就骂吧。你对渊儿做了什么？也没做什么，就是在他的养荣汤里加了点腹泻的药。你不是说不会对渊儿用药？我只答应父皇不用情药，比起他对我做的事，我已经很仁慈了。罢了，此事朕也不再追究了，你退下吧。但江南枝杵着不动。还有事儿？奇怪，朕没罚你。父皇竟然不是被宫印寒杀的。你说什么？宫印寒想杀朕？父皇，应该有人为你看过面相吧？父皇的结局与我原想象的不同。你还想过朕的结局？说说，你想象中朕的结局当如何？我以为父皇会被人杀死，但不是。父皇是金元断尽，亡国病逝。宫印寒在攻破江国之后，竟没有杀父皇。陛下病天时，无儿女送终，江国要亡啊！南枝，你的相术。从小，父皇就希望我能继承祖宗传下来的相术，说我有天赋，但我让父皇失望了。现在，我想我不会让父皇再失望了。砰！好，太好了！朕就知道朕没有看错人，国师也没有看错人。南枝，你没有让朕失望，江国有救了。好啊，朕有生之年总算能对得起祖宗了。父皇，您听我说。你先别说，随朕来。父皇，为何来这儿啊？南枝，来，过来，你看看这个，江国的祖宗都在这里面了。打开羊皮卷一看，记载的竟是江国的始末。还记得朕与你讲过的故事吗？江国的开国皇帝曾是侍奉过神族的，说白了就是个祭祀的。但我们的祖宗会相术，可通过相术辨明中间，亦可预言未来。父皇不是说只当神话故事听听得了吗？故事虽然经过改编，但江国祖宗会相术是真，预言也是真。朕也是到了登基前夕，朕的父皇才带朕来了这藏书阁，告知朕江国的秘史。所以父皇是打算传位于我？你倒是敢想。儿臣不敢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江国后人血脉中流淌的所谓神血越来越稀薄，渐渐的就逐渐丧失了相术预言的能力。这预言最开始也是要靠占卜的，直到你降生，国师便预言你是拥有神血的那个，将来你能预知江国的未来，与国运紧密相连。江国未来如何，全系于你一身。自你出生，朕便拿你当宝贝似的养着宠着。所以父皇宠我，只是因为国师的预言？不然还能因为什么？在外你比朕还嚣张，若非你关系着江国的未来，朕老糊涂了，要惯着你。好，父爱原来是这么来的。国师的最后一卦便是亡国卦象，你与国运相连，江国亡则你亡。
可那亡国卦象中却又有一线生机，或许是你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不正印证了他死后重生吗？国师的卦象上，你命中有一生死劫，只要过了此劫，你和江国才能顺遂。难知离国质子，留不得。为何？父皇不是答应不追究公印函了吗？公印函虽说是用来牵制离国的，但边境的安稳只是一时。离国野心勃勃，他们不会放弃吞并了江国。从离国送他来交换离国太子那一刻起，公印函便是一颗弃子了。当然，他还有一个必死的理由。因为他有地星面相吗？你既看出那质子有地星面相，便该知一山不容二虎，否则将来会是你二人争夺天下，所以他必须死。所以父皇才会容许我把他带回公主府，放任我凌辱他。父皇早就知道公印函将来有可能会亡江国，这些都是国师最后的卦象推演出来的。可是父皇，前世公印函便生了，如今断不可再走前世的老路，断不能再重蹈覆辙了。父皇，公印函不能死，我已觉醒天赋。那么我来告诉父皇我的第一个预言，江国确实会因为公印函变得岌岌可危，但我相信这一切是可以改变的。国师的卦象不也说我与江国都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吗？你要赌公印函会对江国心慈手软，荒唐！江南之，你这是用自己的小命和江国的未来去赌。我敢赌。倘若一切没有改变呢？倘若没有改变，那父皇就好好享受当皇帝的每一天。你还有1年的时间。1年？你嘿，离国1年后会再起战火。1年后，公印函会掌控离国，率领大军攻我江国。朕现在就要刺死那庶子！父皇息怒，公印函平定天下是一把好刀，若是能为我所用，说不得将来离国也是我们的。你当朕是3岁小娃娃吗？哼，你凭什么觉得公印函能为你所用？凭你长得好看吗？是啊，哼，女儿这容貌，不说倾国倾城，也算冠绝上京了。凭儿臣这张脸，难道没有说服力吗？朕记得你小时候脸皮没有这样厚啊。父皇，请相信儿臣，儿臣定不会让您成为亡国之君的。如果江国国运只能寄托在他身上，那么除了相信他，还能相信谁呢？朕信你，这场豪赌朕希望你能赢。父皇放心，若真有那么一日，儿臣定死在父皇前面。闭嘴，滚吧！将军，打听清楚了，上来说话。年轻的副将上了马车，便悄声在陆君兰耳边嘀咕了几句。他们竟然敢如此算计他，难怪江南之要在吉祭宴上算计江北元，难怪陛下对赐婚一事只字不提。将军，公主如今已经不适合做陆家的主母了，若是陛下再提及赐婚一事，将军心里也好有个底。此事并非公主之错，若陛下真提及赐婚，我不介意。可是公主她也非完璧之身呐。将军，公主出来了。陆君兰第一时间下了马车。陆将军还没走？公主的马车好像还没来，臣等在这儿是想告诉公主，臣与公主顺路，亦可同城。你在等本宫？是，臣在等公主。陆将军是听到了什么吗？臣不必听为什么，公主就在我眼前，便是最真实的。臣有眼睛会自己看。他的结局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。本宫的马车应该是先回去了，就劳烦陆将军送我一程了。公主没拒绝，说明她还有机会啊。无人知道她拼命杀敌建功立业，就是想有朝一日有资格像这样站在她身边。马车里气氛并不尴尬，因为陆君兰并不沉默，反而还很健谈。她会主动挑起话题，不让气氛冷下来。她说起边关的趣事以及人文民风，南枝从刚开始的诧异，渐渐地听得有些入迷了。将军，公主府到了。陆将军，今日多谢了。方才没讲完的事，下次再说给公主听。好。有事要说。末将今天才发觉，将军非常善谈。陆君兰不语，神色也没什么波澜。这才是平日里的将军，话不多，从来都是有事说事，没事自己待着的状态。看来将军真的很喜欢公主。公主府，公印函，你可知你的身份？你竟然也敢妄想人质公主？你不过是离国不要的弃子，谁给你的胆子触及公主？
你莫不是以为你有3分像我，便能在公主面前谄媚？哼，公主岂会把你这样的低微之子放在眼里？还不跪下！龚应涵的双目阴寒，余光不经意间瞥见了江南枝的衣角，须臾便将杀气压了下去。我主是皇子，我等来江国为质，不是为奴。你是个什么身份，也配让我主子跪下？皇子？哼，离国的太子都被我江国俘虏了，所谓的质子，不就是离国扔出来换你们太子一命的吗？质子就是来送死的，在这儿我让你跪下，你就得跪。江南枝眼睛里的寒气蹭蹭冒，心里的火气蹭蹭涨。看到他过来，龚应涵竟真的跪了下去。替身就是替身，莫要以为。谢雨清，江南枝，你疯了吗？谢雨清，谁准你动本宫的人？想作死，本宫成全你。南枝，你要为了一个质子对我刀剑相向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本宫倒要问问你，谁给你的权利在本宫府上发号施令？你们谢家是想造反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别给我乱扣罪名。你与这质子做出苟且之事，我这么做也是在保全你的名声。静香，将本宫的人扶起来。静香默默地去扶龚应涵，但龚应涵并不买账，他眼底如有寒冰，嘲弄地看着江南枝演戏。南枝，你可知你与他的丑事传出去，外面的人会怎么议论你？即便你是公主，我谢家也不会要一个不清白的儿媳妇。哼，谢玉清，今日本宫便与你说清楚，本宫贵为公主，为何要自降身份，做你一个落魄侯府的儿媳妇？你是尊贵，可你不自爱。我侯府虽落魄，但我们知道要脸。事到如今，公主你捂着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又有什么用呢？你做出如此要强的模样，不就是想让我心疼你吗？谢玉清还真是自作多情啊。谢玉清，是本宫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你们落魄侯府清高，便不要来攀本宫之高枝，是本宫不要你了，可懂？不会，江南枝骄纵惯了，他就是被人破了身子，拉不下脸来而已。想要让我低头，不计前嫌的接纳他，定是如此。公主不必非要嘴硬，我知道你想维系你那点骄傲的自尊，可错了就是错了。你当知道，女子没了清白意味着什么。从前只觉得你骄纵任性，但这次你太让我失望。即便你等不到太医来，也可以等我。为何要让这个废物碰你？便是青楼里的女子，接客人也要挑人呢，你就如此不挑吗？谢玉清，找死！公主，手下留情啊，刀剑不长眼，这若是伤到小侯爷，那可就真的伤及感情了。滚出公主府，别再让本宫见到你。将门房守卫换一批人，分不清谁是公主府主人的，全都给本宫卷铺盖滚蛋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南枝，我知你今日心情不好，你好好冷静冷静吧。若你还想站在我身边，就好好认错。一味的逃避是无用的，端着公主的架子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南枝不语，只是冷笑着提起刀。谢玉清见状，连忙与下人一道，跌跌撞撞的跑了。哼，这场戏演得逼真。你身子不好，不要站在外面吹风。静香，带他去休息。人都走了，也回了公主的地盘上，何须再装？你也说了，在本宫的地盘上，本宫何须装什么？我母后教训我，看人的眼光太差。我承认我的眼光不咋地，如今看清也不算太晚。你说是吗？江南枝，你其实谁也不爱，你只爱你自己。不对，本宫不只爱自己，本宫还想试着爱一爱你。哼，将我当成新的玩具吗？也许是呢。江南枝，你从来不知道尊重人，你应该问问我愿不愿意。我不是你的奴仆。我知道你是我的男人，本宫怎舍得让你做奴仆呢？本宫想让你做本宫手中利刃，你在本宫身上留下各路痕迹，该不会提起裤子就不认本宫了吧？这不是公主求来的吗？是我骑着你，求着你，可你难道没有爽到吗？公主也太勇了吧，这话说出来羞死个人了。江南枝，你知不知道害臊？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江南枝，你知不知羞耻？哼，你撕本宫衣服的时候怎不知羞呢？好了，本宫今日真的被你折腾累了，你自便吧。不急，不宜操之过急。宫应涵，慢慢来吧，温水煮青蛙，本宫有的是耐心。宫应涵被他直白大胆的话搅得心绪难宁，
女子雪白的肌肤如婴儿般娇嫩，轻轻一掐便红了。那柔软不及一握的腰身，她一条胳膊就能勒过来，稍稍用力，仿佛就能勒断。够了！龚应涵转身要回属于他的偏僻柴房。公主说宫皇子以后不必住回原处，奴婢已经命人将宫皇子的衣物清点到了黎阳院，宫皇子以后就住那儿。黎阳院，江南之隔壁的院子。主子，那江南之难道真的突然转性了？他对主子态度转变，莫不是在谋划些什么？除了身子，我有什么是值得他图谋的呢？主子，您该不会是对江南之心软了吧？龚应涵只是冷淡地瞥了眼，并未回答他。公主，太医还在候着，奴婢叫进来，让太医给您看看，也好安心。太医还没走，陛下吩咐太医为您看诊，太医还没看，如何去复命？让他进来吧。很快，太医就被带进来，给江南之把脉。只是太医把脉的时间有些长，且老眉头还皱得很有节奏。怎么，本宫身子有问题？好像是有些问题。好像？你可看清楚了，公主玉体，不能有闪失。恕臣斗胆，公主此前中了催情之药。你放肆！那药已经解了，怎么，是有什么后遗症吗？公主中的并非寻常情药，而是合欢之毒啊！只一次怕是……说清楚，合欢之毒是什么？一次又如何？这寻常情药，诸如合欢散之类的，一次或可解，但这合欢之毒药性更为猛烈，且含有毒性，这药性会潜伏在体内，一次调和不能彻底解了烈性，需要什么？说。需要阴阳调和，每次事后再服以解毒汤药，7749次之后，方可清除毒性。7749次？江北院，本宫今天就应该让他拉死在吉吉宴上，趁本宫没砍人之前下去。是。公主，您该怎么办啊？江南之也想知道要怎么办。上辈子他与龚应涵只做了一次，药性便解了，鬼知道这辈子出了什么差错。昭华宫，母妃，我的脸面，我的名声，全都被江南之那个贱人毁了。我要拉着他一起去死，他去死！给本宫冷静些，看看你这样子，你若有江南之半分沉稳，也不会被他算计，当众出丑，害得本宫也被陛下冷落。还要看皇后的脸色，被后宫的嫔妃们嘲笑。母妃，连你也说我，江南之把我害成这样，我骂也骂都不行了。行了，哭有什么用啊？你丢人，江南之丢的是清白。哼，这一局终究是本宫赢了。江南之没了清白，我没了脸面，谁也不比谁好。母妃赢在何处？你以为江南之只与一个男人苟合就完了？母妃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合欢毒只是一个男人可不够，如果他想活着，就得做个人尽可夫的荡妇。凭什么江南之及笄之后，父皇就赏赐给他府邸，让他出宫立府？我及笄父皇一句好话都没说，我不服！公主，您疼成这样，奴婢这就去找人来。傻静香，你要找谁啊？奴婢也不知道找谁才能救公主。公主，您既然不讨厌宫皇子了，奴婢就去找他来救公主。龚应涵，丢我去找，你先去给本宫找个人来。公主要找谁？随便，动作快点儿，一会儿我就该气血逆流了。静香不敢耽搁，哭着跑了。当晚，静香便带了一个容貌尚可、身强力壮的男子进了江南之的房间。夜色沉静，龚应涵安稳地睡着，被窝里突然有什么东西蠕动。龚应涵猛地睁开眼，一把掀开被窝。江南之，半夜爬床，公主不怕被人耻笑吗？龚应涵，本宫不想让别人碰我。他身上凉凉的，好舒服啊。江南之，你好歹是公主，这种把戏用多了，不觉得下贱吗？是合欢毒，一次解不了毒，本宫想过要找其他人，但本宫不愿。龚应涵，本宫没你想的那么下贱。她哭了，声音带着一丝哭腔，是自己说话太过分了吗？龚应涵，你是要戒酒色，还是要戒本宫呢？合欢毒发作时，他身上会自带幽香，有催情作用，但龚应涵意志力确实惊人。
他都这般引诱了，龚映涵明明有了情欲，却还忍得住。龚映涵，我疼。江南枝，是你先招惹我的，后果自己承担。随后低头含住了那颗致命的樱桃，明知有毒，却食髓知味。龚映涵，与其本宫死，不如你死。你若死在床上，传出去，别人只会说你荒淫无度，谁也怪罪不得江国头上。大不了本宫赔上自己的一生便是。一夜荒唐，他就这么在他的榻上毫无防备地睡了。骨节分明的手掌朝着江南枝的脖子伸了过去，他只需稍稍用力就能掐断他的脖子。龚映涵，不要了！他没醒，而是翻了个身，窝在龚映涵身侧继续睡了。龚映涵五指微动，捞起自己的衣服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龚映涵想杀他，但他没下手，是不是说明他开始对他心软了？主子，您又……江南枝在睡觉，不要吵醒他。房间里，主子，好些了吗？无事。主子，您意在破戒，身子如何吃得消？定身的江南枝蓄意勾引，明知主子您要戒酒色，身子羸弱尚未好全，他就这么缠着主子，他分明是想要您的命。这话听着怎么那么不对味呢？让张毅来见我。是。不多时，张毅便来了。主子，让你盯着江南枝，有何发现？回主子，江南枝回府以后并无异动，只是天黑前太医为他看过诊，江南枝中了合欢之毒，需要与男子阴阳结合749次方可解毒。后面的事主子都知道了，江南枝毒发就奔向了主子。也就是说，江南枝还会毒发？多少？49次？这江国公主就是想要主子的命啊！她一个未出国的公主，却与男子有了肌肤之亲。江南枝真的是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脸面和名声。张松，闭嘴！今晚江南枝毒发之时，主子并不是她的第一选择。一句话，龚映涵的脸色更加阴沉了些。合欢毒发作之时，公主让她身边的婢女去寻了个男人来，大概是想以此缓解，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主子。下次说话莫再断句。是。主子，属下亦担忧公主的毒非1、2日可解，主子的身子吃得消吗？龚映涵抬眸看了眼，张毅立马低头不语。完了，人都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，主子不会想做个风流鬼吧？江南枝这个女人有毒啊！主子戒狱20年，全都毁在江南枝身上了。主子，最好的暗箭手已经待命，是否按照计划执行？还请主子示下。龚映涵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折辱过他的人，他比江南枝更狠更恶劣，可现在他却迟迟不应。主子，您不会真对江南枝心软了吧？您莫忘了江南枝是如何欺辱您的。计划不变。是。还好主子没有被美色所迷惑。次日，江南枝睡醒，回到自己房间梳洗。公主，奴婢已经吩咐府里的人管好自己的嘴巴，不会乱传的。不必刻意封口，敲打1、2足也。该传的得让他们传。为什么？公主情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适当的传点闲话，有时候会让人更动容。公主是说公皇子？龚映涵恨我，若要消除他的恨意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我想让他变成我的人，从事实上改变还不够，得从身到心的改变。男人只要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，他们就会从心里认为这个女人是他的人，即便嘴上不认，骨子里却是这样认为的。所以本宫断不可能让别人碰我，而且我难受的快死了，还在为他守身，你说他心里会不会触动？所以公主让奴婢找个男人来，最后却自己去找公皇子。公皇子知道您痛苦，却坚定的选择他，必定感动。说感动还早了些，但他心底应是对我不似从前那般厌恶。静香，让素竹回来伺候吧。是。素竹和静香都是他身边的大丫鬟。半月前，他将素竹罚去浣衣局做事，只因素竹在他面前说了几句谢玉清的不是。他那时将谢玉清当成白月光看待，自是听不得别人说他不好。现在想来，素竹都比他看得清，知道谢玉清不是好人。浣衣局，哎呀，这公主身边的人就是娇贵。你看这双手，白白净净的，哪里像是会干活的人啊？快点洗啊！今日不把这盆衣服洗完，没饭吃。我可警告你，这是贵妃娘娘的衣服，你务必用手洗干净。若是有一星半点的损坏，搭上你这条命都不够赔的。你们干什么？素竹是公主府的人，你们也敢欺负她？静香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哪是欺负她呀？
只是在教她怎么做好差事呢。公主有命，宿主今日便回公主府，不必待在浣衣局。这差事嬷嬷还是自己干吧。公主说让你回去伺候，我们走。公主她不生气了吗？公主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奴婢谢公主宽容大量，奴婢以后一定谨言慎行，不惹公主不快。宿主，你是对的，从前是本宫识人不清，让你受了冷落，对不住。不，奴婢不敢，公主不生奴婢的气就好。你和静香是本宫身边贴心之人，本宫还需要你在身边照顾呢。你先下去休息吧，养好精神再来伺候。是，奴婢告退。宿主走后，暗卫便上前道：公主，府中有其他暗卫，是宫皇子的人，对方正在盯着公主。猜到了，别惊动他，他喜欢盯就让他盯。另外，府中今日混了几个生面孔，从气息来看是高手，他们用的暗器是弓弩，是否要属下把人料理干净？不，先留着，应当也是宫一寒的人，他想杀我。此事你就当不知情，也不要贸然出来为本宫挡暗箭。公主，属下的职责是誓死保护公主。本宫另有挡箭牌。暗卫懵逼了，静香也懵逼了。现下另有一件急事需要你去办。静香，你过来。公主，江南枝在她耳边说了句话。半个时辰后，江南枝房间。公主，太医说这药得事后喝效果最好，时间耽搁久了，药效怕是不能保证。无妨，怀孕又不是头彩，哪有一次就中的？我现在喝药定是安全的。避子药。避子药？江南枝做得很好。主子说的是，万一江南枝怀孕，岂不成了主子的牵绊？说不得江国还会以此来要挟主子。江南枝喝药以后神情失落，属下觉得不自作为。正义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你可以质疑我的职业病，但你不能质疑我的忠诚。你忠不忠诚我不质疑，我质疑的是你的脑子。吵什么？主子，过几日便是你的生辰，今年我们身在江国，行动受限，不能为主子庆生。不过江国的乞巧节快到了，听说很热闹，主子不若借着节气过生辰，属下陪您出去转转如何？乞巧节是男女相会的节日，主子孤身一人，何必凑江国的热闹？若是公主同去，主子也不至于太无趣。你小子是不是收了江南枝什么好处？怎么处处替他说话？属下不是替他说话，江南枝是江国最得宠的公主，江国皇帝对她的宠爱甚至超过了江国太子。江南枝表现出青睐主子，那属下觉得主子何不加以利用呢？世人都捧高踩低，若是主子能入公主的眼，想必这上京城日后便没人敢给主子脸色看。主子，人在屋檐下，何妨先低头呢？生辰不过了，江武帝虽宠爱江南枝，但他并未展现出相术预言的能力。我们找的人不是他。可若不是江南枝，江国皇帝为何会那般宠他？会不会是大祭司看错了天象？江国并没有什么地形预示。大祭司不会出错，不是江南枝，便是其他人。找出此人，让他和江国一起成为史书上的一段历史吧。世人皆以为他这个离国皇子卑微不起眼，殊不知离国命脉尽数在他手中。若非想来查探，他岂会交换战败的太子回国？属下会再派人去探查的。主子，我们的人已经混进公主府了，您真的要刺杀江南枝吗？你话太多了。属下是想请示您哪天动手？乞巧节。你说江南枝许了你什么好处？神经病！那你为何在主子面前那样说？你想让主子对江南枝心软？说话！主子太孤单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什么？有个人陪着主子不好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主子的事岂容你我揣测？再说江南枝明知主子身体不好，他还蓄意勾引，这分明就是恶毒用心。我并未揣测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说的就像你懂一样，你个叛徒！靖安侯府，苏母，您找我？是你母亲找你。儿子，你老实告诉为娘，公主是不是跟她府上的那个质子有了苟且？你们从哪儿听来的？是你妹妹昨日去千金楼遇到的几个官眷贵女，听他们说的，说是宫里传出来的消息，难道是真的？谢玉清不语。公主她就如此不自爱，当真和一个卑贱的质子苟合？她这样还怎么嫁到我们谢家？娶这样一个儿媳妇，岂不是有辱门楣？娘，慎言，公主尚未嫁到谢家，娘这属于编排公主了。不过在自己家都是自己人，说几句倒是无妨。横竖说的都是事实，江南枝确实不自爱。她是尚未嫁到我们家，可她已经坏了清白，我谢家如何还能要她？崔氏冷哼，面上透着几分得意，却是满眼的算计。坏了清白好啊，坏了清白，江南枝就算再尊贵，
也没哪个大户人家会要他了。原先是他们哄着江南枝，这下若江南枝还想嫁给他儿子，就该反过来哄着他们才是。到时候公主的嫁妆，孙儿，公主可有与你解释清楚？他若来找你赔罪，你当适当的给他个台阶下。祖母知你清傲，但你切不可负了公主的面子。虽说迎娶了一个坏了清白的女子会让人看了笑话，但娶回公主对我谢家是有利无害的。儿子，你祖母的话你听进去了没？公主没有来找我。什么？祖母，公主没有来找我。没有找你？难道是公主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你？是啊，定是没想好要怎么面对他。你母亲说的不无道理，公主出了这样的事儿，若是换做寻常女子，早就一根白绫勒死了。再等上几天，若是公主还不来，你便去见她。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对公主低个头，宽慰一二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不能让公主太过伤心。那便听祖母的，再等她2日。可是我相中了千金楼的一套首饰，打算买回来乞巧节那天戴的，还差个200两银子呢。哥，那套首饰我真的很喜欢，我想要。想要买回来便是，我又不懂你们女儿家的首饰。哥，你跟我装糊涂呢？我哪来的200两银子买啊？这种事同母亲说吧。娘，你现在银子垫给我，等公主府送钱来再补给娘。首饰嘛，什么时候都能买，要不你先等等，等公主给你哥道歉之后就有钱了。千金楼的首饰有钱都难抢得到，我等得起，可首饰不会等我啊。都怪哥，公主做出如此丑事，哥竟还拿捏不了她，不然我用得着为一套首饰低声下气吗？想要首饰就自己去买，没钱就别要。哥，公主不来找你道歉，你冲我撒什么气啊？我又不是受气包，你有本事将公主娶回来。想要公主赢钱的又不只是我，祖母吃的药，还有娘在府里的看吃，哪样不是从公主手指头缝里漏来的？家里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？够了，我说了，没有银子就不要买。说罢，他转身离去。娘，你看他，明明就是他拿捏不了公主，却对我们发脾气呢。好了，你哥心情不好，你偏要在这个时候惹他做什么？不就是个首饰吗？迟几天买又有什么要紧的？等你哥哄好了公主，你要什么没有？江南枝以前像狗一样舔着我哥，我们要什么给什么。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的丑事，他竟然还敢拿瞧。哼，江南枝就应该多送些好东西来巴结着我们，哄我哥别嫌弃他才是，真是倒反天罡了。行了，你小声一点。怕什么？江南枝现在有把柄在我们手里，我就是看不惯他。你看不惯他？你每月花的是谁的银子？瞧你脸上用的珍珠粉、胭脂膏，头上翠兰珠钗，是谁的银子买的？哼，这些都是江南枝为了讨好我哥送给我的。若是江南枝识趣，能将千金楼那套宝石首饰买来给我，我便让她做我嫂子。门外，谢玉清并没有走远，他眉间皱出一条折痕。他努力在人前维持着清傲的形象，可母亲和妹妹还是不懂如何伪装自己的贪欲。在家便罢了，若是在人前，是会给他拖后腿的。你要出去？好了，没有不让你出去，别不高兴。公主不必来这套，我不是谢玉清。哪套？你不问问我要去哪儿吗？公主去哪儿？进宫，给你求个名分。公主做人最忌自作多情。本宫没有请示你意见的意思，本宫若不给你正个名分，外面的流言都要将本宫淹死了。公主想给我一个什么名分？自然是正式的名分。哼，那谢玉清以及陆将军是外事。阿寒，听我的，不许对陆将军不敬，被人听见你会被参的。你叫我什么？你我连最亲密的事都做过了，我叫你一声阿寒，不过分吧？别这么叫我。好，阿寒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想出去随时可以出去。说是对上京不熟，便让宿主给你带路。如果不想要我的人跟在身前，让张松保护好你，记得回家。回家？公主府何以为家？不要和谢玉清比较，你从来不是他的替身。江南枝，你总算看清楚了。主子，江南枝诡计多端，巧言令色，温柔刀最是防不胜防，您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你话太密了。江南枝与其被合欢毒折磨，不如死在他手上。公主，您真的要进宫吗？公主，宫印寒毕竟是质子，与公主是敌人。恕奴婢多嘴，奴婢觉得你应该再想想，
事关您的终身，不可大意啊。静香，你觉得本宫对宫一寒动了心？难道不是吗？公主您对宫皇子这么好，奴婢都看在眼里。连你都信了，那看来本宫做得很好。什么？有一种好是假的啊！静香，你记住，本宫如今想要的不是男人，而是那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御书房，陛下并未传召，公主今日怎么进宫来了？本宫来看看父皇，是谁在里面？唉，是太子啊！公主稍后，老奴去禀报一声。儿臣见过父皇。免了，你来做什么？方才听见父皇教训，可是太子又惹父皇生气了。江南枝，你注意你的身份，姑是太子，你少对姑指手画脚。怎么跟你皇姐说话的？啊！江南枝眸色清冷，一脚踹在了他小腿上。就是啊，怎么跟本宫说话的？太傅教你的礼仪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没礼貌。叫姐姐。江雨环吃痛，幽冷的眼神像是要吃了江南枝似的。阿姐，这才像话。父皇政务繁忙，你身为太子，不求你为父皇分忧，但求不给父皇添麻烦就好。对你这个太子的要求也是极低。你要是不想做太子，父皇不是没有其他皇子。这是你的意思还是父皇的意思？南枝，你这话过了，安心做好你的太子。你提的事朕会再考虑的，你先退下吧。儿臣告退。临走前，他死亡凝视地和江南枝对视一眼。这个太子是个祸害，可以是他的亲弟弟。南枝，你可知道你方才那话若是问罪，你该当何罪啊？父皇不会问罪，只会问我为何那样说。说说，你从太子面相上看出了什么？太子暂时看不出什么问题。父皇，太子方才同您求了什么？唉，幽州连年干旱，田地颗粒无收，百姓食不果腹，流离失所。太子请命前去幽州赈灾，朕尚未应允他。果然是幽州赈灾一事。正好你来了，朕也听听你的意见。太子请命赈灾，忧国忧民是好事，但幽州一带流寇遍地，太子是储君，国之未来，他的安危自当慎之又慎。前世父皇也是这么问他的，那时候他还不知此太子非彼太子，还帮着太子劝说父皇，让太子去赈灾，一来为父皇分忧，二来事情办得好就能尽收民心，东宫之位便固若金汤。结果赈灾出了天大的纰漏，险些害了幽州一城的百姓。最后得知这一切都是太子的手笔，他根本无所谓太子废不废，他只想报仇，甚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奔着废太子去的，想让真正的太子身败名裂，再无翻身的可能。父皇，太子不能去。给朕一个理由。太子不适合，太子应该留在东宫学习治国之道。父皇最好能派人盯着他，看他今天那没礼貌的样子，礼仪策论学少了，应该再好好学学。听着怎么像是跟太子有仇的口气？怎么，太子也得罪你了吗？没有，儿臣所言句句肺腑。哼哼，朕一个字都不信。朕的这对儿女都不是什么好鸟。父皇，儿臣绝无坏心，太子是我亲弟弟，我难道不希望他好吗？要说太子以前是乖巧听话的，现在怎么就长歪了呢？说父皇聪明吧，有时候也挺缺心眼的。他就没怀疑过此子非彼子？说吧，找朕什么事儿？父皇，儿臣请旨，给宫一寒一个名分。你再说一遍。宫一寒已经是我的人了，再让他这么无名无分的住在公主府，便是委屈了他。所以儿臣请旨，给宫一寒一个名分。这也是你赌局的一部分，算是吧。你不怕最后将自己折了进去？莫要太上心了，到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虚情还是假意了。儿臣以身饲虎，都是为了江国的江山。父皇，你要记得儿臣对您的忠心呐。好一个以身饲虎，朕看你是乐在其中，朕也是疯了，竟会陪你做赌。江南枝眨眨眼，一脸无辜。你想给那庶子什么名分？一刻钟后，江南枝从御书房出来，发现太子还没走。江南枝，你知道外面都是怎么说你的吗？皇室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你进宫来是求父皇替你平息丑闻的吧？江雨环，刚教你的又忘记了。江南枝走到太子面前，忽地抬起手，
太子下意识的偏头，知道怕呀。不错。本宫是你嫡长姐，以后见到本宫要懂礼貌，叫姐姐，记住了吗？姑是储君，你可别太过分。